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温安表的使用方法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们首先要连接温安表的表笔。我们先看黑色的表笔，黑色表笔首先要插在这个卡姆口，就是黑色的插口上面。无论我们测量任何功能，都是插在这个插口上面。这个插口是黑表笔专用插口，然后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红色的表笔。红色表笔在选择测量的档位不一样，选择的这3个插孔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把这个红色的表笔插在这个位置，插在这儿是可以测量中段二极管、电压、电阻、电容。然后我们打开温安表，把它调到风鸣档，把温安表的2个表笔碰到一块儿。如果听到风鸣声，就证明这个表笔是连接正常的。我们用它可以测量一条电源线。有风鸣声响，就证明电源线是可以导通的，是正常的，可以使用。如果风鸣器不响，就证明这个电源线是有问题的。这个风鸣档它也是二极管档。我们测量一个小灯珠，这个小灯珠呢，它也是二极管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它是可以点亮。把它反过来再测量一下，反过来就不亮了。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二极管它是个好的。二极管都有个特性，正向导通，反向截止。然后咱把它再调到电阻档，电阻档是有3个单位：欧姆、千欧和兆欧。1000千欧等于1兆欧。我们先把温安表调到200欧，来测量一个色环电阻，看一下上面是多少。如果没有任何显示，我们就需要把这温安表接着再往上调，直到调到有显示为止。现在还是没有显示，我们接着再往上调，把它调到2兆欧来看一下，显示是0.827兆欧，0.827兆欧它就等于820千欧，所以说这就是一个820千欧的色环电阻。建议大家收藏一下本视频，如果以后忘记温安表怎么使用了，还可以接着观看学习。然后咱们再学习一下电容档，电容的档位是 F。在测量电容之前，首先要给这个电容放电。放电的时候就这样短接住，最少短接个3秒钟以上。短接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测量。观察一下上面的显示的数值，2.52，这是一个2.5微法的电容，看一下这儿也有标注2.5微法。然后这后面呢还有个正负5%。我们在测量的结果如果没有在它这个范围之内，就证明这个电容是有问题的。这个 HFE 就是3极管档，测量3极管的时候，只需要把3极管插在这个小孔里面就可以了。测量3极管的时候是不需要用温安表笔的，直接插在这个上面就会显示上面的数值。3极管的检查方法，今天就不给大家讲了，有时间专门出一期这个视频讲这个3极管的测量方法。现在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的测量方法。当我们测量的时候，如果不知道需要测量的这个电它是个交流电或者是直流电怎么办？我们可以用排除法。我们先把温安表调到交流电，调到这个750伏，用它来测量一下。如果上面没有任何显示，就证明这是一个直流电，我们就需要把它调到直流档去。我这一个是12伏的，我把它调到20伏的档位。我们看一下，显示10.5伏，这个电池它是没有电了。直流电是分正负极的，当我们测量的时候，看一下温安表10.5伏前面有个横杠，这个横杠就代表这个红表笔接的是这个电池的负极，所以它前面显示的是横杠。我们把表笔反过来再测量，看一下现在横杠没有了，就证明我们这个红表笔接的这条红线，这个红线就证明它是一个正极，这个黑线它就是个负极。然后再测量一个交流电，交流电是不分正负极的，测量交流电的时候要把它调到最高档，就是750伏。我们测量一下这个插排，看一下上面数值显示233，它的电压是233伏。交流电是有火电和零电之分的，我们怎么区分呢？我们就是把温安表的表笔任意一个表笔悬空，另外一个表笔我们来测量，这个是没有什么数值的，然后再测量另外一个数值最大的，这个就是火电，然后另外的这个数值小的就是零电。然后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的测量方法。测量的时候，首先要把这表笔给它先拿下来，因为测量的时候不是插在这儿。小电流我们把它插在这个位置，如果大电流就插在这个插孔。我们测量一个小电流，把它插在这个位置。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它的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测量一个直流的电流，我们把这个给它调到200毫安，这个电压是个10.5伏的，刚才我们已经测量过了。然后这是个12伏的小的抽水泵。测量的时候，我们把温安表
把它串联在这个电路当中，分别把这两个表笔，一个接在这个负载上面，另外一个给它接在这个电池上面，串联在电路当中。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的数值是120多毫安的电流。在我们使用弯表的时候，不建议大家用弯表来测量电流，特别是这种大安数的电流，这样是非常不安全的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咱们修一个 LED 灯，这个灯呢比较特殊一点啊，它是卖肉用的生鲜灯，它上面是两种颜色，一种红色灯珠，一种是暖白灯珠。这个照出来的颜色呢，看着这个肉啊就非常的鲜艳。客户说不亮了，用了1年不到就不亮了，看一下确实不亮的。然后他说买的时候还挺贵，这个灯呢花了90多，然后就不亮了，问我10块钱能不能修好，我跟他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今天呢我们就来修一下，看它是什么问题。其实 LED 灯不亮了以后啊，上面的灯珠坏的是最多的，然后像这个电源坏的其实是很少的。上次我修过一个和这个一样的灯，它的问题呢就是灯珠不坏，电源也不坏。后来让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，简单的给它处理了一下就修好了。这是另外一台灯，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和上次的问题是一样的。看一下这上面的灯珠啊，太多了。然后拆开以后呢，这个里边呢就很简单，就一个电源。我们先把这个电源给它先拆下来，就是在上面粘着，拆下来。维修灯呢，一般灯珠坏的最多，像灯珠少的情况下，我们直接就是可以短接灯珠，或者是用弯表来测量灯珠的好坏。但是啊，这个上面灯珠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如果一个一个的来测量这灯珠的话，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们其实可以用个稍微快一点的检测方法，就是我们给这个灯充上电，检查一下这个电源有没有电压输出。如果有电压输出，就是这个灯珠坏了；如果没有电压输出，就证明是这个电源的问题。这样大概判断出这两部分是哪边有问题之后，然后再修就简单多了。先把它接上电源，然后呢就开始测量，调到直流，我调的比较高一点，1000伏，我们来测量一下。一点电没有啊，看到没有？没有输出电压。那么这问题呢，就是电源板这边的问题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看这个电源上面这个电容并没有鼓包，先把这个外边这个纸条，塑料袋先给它拆开。看着上面这个外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给这个灯再充上电，用弯表测量一下，看这个输入电压有没有。这次调到是交流档，我们测量，看这个电压是没有的，没有电压，肯定是这两条线有问题。我们检测一下这两条线，先测量一下，看这两条线和这个灯口这儿有没有开焊或者之类的。这一条是导通的，然后再测旁边这一条，旁边这一条并不导通，就是这条线的问题。我们看一下灯口这条线不导通，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线头呢就是通向内部的，这个线头呢和这个外边我们这个圈呢，我们测量一下，并不导通。它的问题呢应该就是这条线两个接触不好，不导通引起的。现在我们用电烙铁给它焊在一起，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灯能不能点亮。来点松香，用点焊锡给它焊住。OK， 现在已经给它焊好了，用的焊锡还是比较多的。最后呢，我们通电来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点亮。没问题是吧？这个灯非常的亮，又是一个捡钱的活儿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在维修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现这种多角芯片坏了以后呢，我们应该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拆下来。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，用吸气器或者一些热风枪就可以把它给拆下来。但是呢，像一些电爱好者或者是一些不是经常做维修的朋友们，1年啊有可能才维修一次。你如果让他去买这些专业的工具呢，有点不现实，是吧？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拆这种多角芯片，其实呢非常的容易，只需要一把电烙铁就可以把它给拆下来。而且拆下来以后呢，等我们再往上更换这个芯片的时候呢，也是很容易的。
今天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方法。在拆芯片之前呢，首先要找2条软电线，只要它的内部是铜丝的都是可以，主要是软电线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先剥除外皮。OK， 就这样剥出来就可以了。我这儿呢还有一条黑色的，也是一样，把它剥除外皮。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，加上电烙铁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下来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电线像拧麻花一样，给它轻微的先拧几圈，拧个几圈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用电烙铁先蘸点松香，然后呢，找到芯片的这几个引脚，把这个铜线放上去，给它加热。这个方法的原理呢，就是用这个细铜线、细铜丝，把上面的焊锡给它都吸下来、粘下来。好，咱们看啊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已经都粘下来了，是吧 ？OK， 8个引脚都是一样啊，都要把它给粘下来，把上面的焊锡粘下来。看到没有，下边已经粘完了。然后呢，再粘上面的这4个引脚，把上面的锡都给它吸下来。OK， 还剩2个，把最后2个吸下来就可以了。吸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拉近镜头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看是吧？下面呢，你看焊锡，包括上面的焊锡，已经都把它吸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啊，用个小镊子就可以把这个芯片轻轻的一撬就掉了，看到没有？直接就掉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拆下来了是吧？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而且呢，你看一下上面还有8个小孔，等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的，只需要呢把这个好的芯片放上就行。OK， 放上去以后啊，然后呢用烙铁把这几个引脚再给它焊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呢不仅简单，而且呢也特别好用。这个方法呢就是个人的一些经验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呢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。我们用一个口罩，1秒钟就可以把这个线穿到针孔里面，不管这个线有多粗，针孔这个眼儿它有多小，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过去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我们看，首先呢先找一条粗点的这个线，因为这个线太细了，穿过去啊感觉没有什么难度。我们用这个粗线，越粗的线越更难往里边穿，是吧？很多人呢都是穿线的时候都是直接拿起来这线后往这个针孔里面杵，但是呢看着它已经杵到针孔上面了，但是呢就是穿不过去。它的原因啊就是这个线太软了，而且呢前边也毛烘烘的，所以啊很不容易把它穿进去。那么怎么办？我们可以用个口罩，不要直接穿针一线，我们用这口罩，借助这个口罩的力量，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进去。我们来看，把这口罩打开以后啊，我们用个废口罩也是一样的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口罩用个剪刀，我们给它剪下来一刀，看剪了一刀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口罩上边这个硬的这个铁丝，我们把它给拉出来。拉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先剥掉上面这一层外皮，看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拽出来。拽出来以后啊，它是非常细的，而且硬度也非常高。接下来我们把它靠它中间的位置，我们给它折一下，打个死折，然后捏一下。我们看，接下来给它修整一下，这样修整。让它中间宽，2头窄，成这个样子后，我们可以借助它的力量，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了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穿针的时候啊，引线的时候就这样，把这个东西往这边一塞就过去了。你看，因为它比较硬，而且也比较细，是吧？这样一弄就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粗的线从这儿穿过去，不管这个线要多粗啊，都可以从这儿穿过来，因为这个孔非常大，是吧？当它穿过来以后，你看我们这样轻轻的这样一拉，这个线就过来了，是不是非常容易，是吧？穿针引线，你看
直接就从这儿过来，速度非常的快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方法呢非常的高用啊，分享给你，感谢大家观看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单线电机如何使用腕表来判断它的好坏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电机呢，每个上面都有一个这样的标签，如果这个接线标签没有了，我们该如何接这3条线？如何哪2条线需要接电容，然后哪2条线需要接220的电源线？顺便一起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先看一下这2个电机，这个是洗衣机的电机，然后呢这是一个排风扇上面使用的电机。无论是这些电机或者是电风扇上面的多线的这种电机，坏了以后呢，它的测量方法还有接线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测量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把腕表给它调到欧姆档，全自动的直接调到欧姆档就行了。如果是手动腕表，需要给它调到200欧或者是2K 的单位。测量的时候呢，上面就这3条线，选择任意2条线给它来测量。我们先测量这个黄色和红色，看一下上面它这个阻值是多少。阻值呢现在是 38.5， 这是它的一个阻值。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先记录一下，黄红是 38.5 欧姆。然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黄紫，然后再测一下这2条线。这个阻值呢是 38.2 38.3， 然后呢还是一样，给它来记录一下 38.2。然后呢接着再测量这个紫线和红色的这2条线，测量这3次之后就能知道哪条线它是什么作用。现在它的阻值是 76.6， 然后呢我们在这记录一下，红紫是 76.6 欧姆。测量完以后，我们先看一下这3个阻值，前面2个是比较小，后边这个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它这个判断电机的好坏呢，我们只要计算一下前面2个阻值，如果加起来它2个之和和这个最大的阻值是一样的情况下，就说明这个电机是个好的。如果它的差别太大的情况下，说明这个电机就是个坏的。然后它们2个的阻值呢，就是它们俩加起来和这个阻值呢，允许有 2% 的误差。我们计算一下 38.5 加 38.2 是 76.7， 它在这个 76.6 它这个基础上，在它的 2% 的范围之内。现在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电机它就是个好的。知道好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需要怎么给它接线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这3个最大的这个就是红紫，它的阻值最大，我们就选择红紫这2条线接电容，把这2条线把电容接上去。接上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开始给它接220的电源线。接电源线的时候，多余的剩下这一条呢是接220的这条电源线。然后呢这条红色的这条线也是接220的电。好，就这样接好之后就可以通电来测试了。试一下看它能不能转，没问题是吧？可以正常转起来了。接线方法其实也很简单。今天修一台电磁炉，客户说是不能正常加热了，咱们给它开机来测试一下。听到滴滴的报警声音，然后呢它就是不能正常加热，一点也不热。然后呢也能听到轻微的咔咔的这个敲锅的声音，是吧？有声音就是不能加热，然后过一会儿自己就关机了。现在咱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像美的的电磁炉一般的出现这种情况，大部分都是上面的可调电阻的问题。但是呢这一台它不是美的的，不知道这个主板上面有没有可调电阻。我们先拆开，先看一下这个主板上，看一下有没有可调电阻。如果有的话，一般更换上去就能修好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需要检查一下上面的大电阻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阻值变大。电磁炉还是挺脏的，如果能修好以后，把这儿还需要给它清理一下。这个板子上面是有一个可调电阻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。先把这个板子给它拆出来，然后测量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。就是这个原件，上面是3条腿，然后看它的型号，上面写的是202，这是一个2K 的。用腕表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阻值大小。现在是1.0几 K，
这个组织是正常的，只要它小于2K 就是正常的，这个可调电阻是没有问题的。下一步呢，再检查一下 IGBT 旁边的这几个大点的色环电阻，看一下就在这个内部，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。测量之前呢，首先需要把这个散热片先拆下来。这儿有3个470K 的色环电阻，主要是检查一下它，看看它们阻值有没有变大或者是开路的状态。测量电阻的时候，首先要把这个电阻先给它断开一个音角再测量，要不然的话在线测量是测量不准确的。断开一个音角，测量这3个电阻，把这3个呢都给它断开一个。先看一下这个是多少，480，这是正常的，481K 正常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，也是481，也是正常的。这个400一样，都是481，这3个都是正常的，没问题。电磁炉加热不正常，除了和电阻有关系之外，然后呢和上面的这些电容也是有关系的。如果容量失效，它也会出现加热不正常。这儿一个5微法的电容，先把这电容给它先拆下来测量一下这个容量。测量电容也是一样，必须要拆下来测量，或者是断开一个角也是可以的。咱们来测量一下，看它的容量是多少。4.63，它这是5微法，4.63稍差一点，不过也是正常的，它也能使用，没问题。它这问题呢，它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，还需要把这个电容再装上去。当我把这个电容安装好以后啊，在检查的时候发现，就这个电容啊，先看一下，这儿有个就是 0.33 微法的谐振电容，这个电容这个角看一下，就这个音角看到没有，已经虚焊了，看到没有，虚焊了。像这个谐振电容，它虚焊之后很容易坏 IGBT， 先给它补焊一下，然后再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加热。已经安装好以后啊，咱们就开始通电来测试，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修好。还是点这个火锅吧，听一下这个声音，没问题的是吧？已经可以正常加热了。所以说在维修的时候，有一些情况呢就非常的简单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在钻头上面这样给它套个塑料管，没有想到它居然这么厉害，这么好用。很多人用这种手电钻给这种后钢板或者是不锈钢上面打孔的时候，往往呢就是一个眼儿没有打透，就把钻头给烧坏了。但是呢，也有很多人啊，就是用同样的这个钻头，可以啊一口气在这么厚的钢板上面连续啊打很多孔，也烧不坏钻头。包括这样的不锈钢也是一样的，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打透，也不会烧钻头。那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如何就是用这个钻头可以一口气打很多的孔，也不会烧坏上面的钻头。首先呢，我们在钻孔之前，先把这个钻头给它先拿下来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啊。拿下来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钻头上面给它套一个热缩管，套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用一个打火机给它烤一下，轻微的烤一下，只是让它固定在这个钻头上就可以了，不要烤得太过火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把它再安装到手电钻上面。安装好以后，在无论是这种厚钢板给它钻孔的时候，还是不锈钢钻孔的时候，钻之前，首先呢，先在这个钻头上面给它滴点粉机油，要滴在这个上端这块位置，在它钻头两侧都滴上。滴上以后，然后我们来看，接下来这样往上面钻，你看没有？钻的时候，上面这粉机油它会不断的往下滴的，它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开始往上面钻就可以了。钻的时候用手按住这个手电钻，要用力往下按。我们来看钻的效果怎么样？看这个墨出的非常快，钻速也非常快。我们来看，这么厚的钢板马上就要钻透，看一下钻的速度非常快啊！
我们在不锈钢或者是这种厚钢板上面打孔的时候，因为比较厚，打孔用的时间也比较长。如果就这样直接来钻的话，时间长了以后就很容易把这个钻头给它烧坏。所以呀，大家以后就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烧坏钻头的问题了。看没，钻没几下，你看马上就要打穿了。怎么样？打透了是吧？而且这钻头一点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加点缝纫机油，它的作用呢是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。用这个方法呢，无论是打这种非常厚的钢板，或者是这种不锈钢，都可以很轻松的一口气打好几个孔，也不会烧坏上面这个钻头。这方法呢非常的实用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。修表师傅果然真的没有骗我，原来家里的钟表坏掉了，不走了，或者是走姿不准确，我们用一杯矿泉水就可以修好它。这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，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像这个钟表用了时间长了以后，都会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走姿会变得越来越慢，或者是这个表针啊彻底就不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矿泉水来快速的给它来修复一下。首先呢，操作第一步啊，我们把这个表后边这个电池先给它抠掉，然后呢，表旁边呢有螺丝的，我们要用螺丝刀把它给拧开。像这种没有螺丝的，就是硬抠的，我们把这个壳先给它打开，顺着周围一圈，我们这样一撬，前面的面板就打开了。我们看，拆开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把上面这个表针先给它拿掉。这表针呢都是插在上面的，我们直接掐住以后一拔就下来了。拔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把其他的这些表针我们都给它拿下来。我们看，就这样一抠就掉了。把表针都拿掉以后，有的在这个表中间是有个螺母在这拧着，像这种没有螺母的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表芯旁边有两个卡扣，我们给它抠一下，我们把上面这个机芯给它拿下来，这样一抠就掉了。拿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问题呢，就是在这个表芯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一个杯子，然后把这个矿泉水打开，我们倒一杯水，倒好以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把这个表芯给它拆开，来给它修复一下。拆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表芯上面是没有螺丝的，只有两边卡扣，我们给它轻轻的把这卡扣就这样一撬就开了。我们来看，就这两个卡扣撬开之后呢，一定要这样轻轻的把这盖拿掉，不要把里边的齿轮给它全弄散了。如果弄散了以后，就组装不起来了。我们看，轻轻的这样，拿掉这盖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它的根本原因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先把这个黄色的齿轮给它拿掉，拿掉黄色齿轮以后，然后它的根本原因表不转了，或者是转的比较慢，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边啊，你看这边有个线圈，线圈这边这个小齿轮，它的原因是在这边，这个齿轮出现问题以后啊，它就会不转，或者是转速非常慢。我们把这个齿轮拿下来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矿泉水里面，给它清理一下，给它清理干净。清理的时候啊，可以找个牙刷，或者是找个其他的刷子也行，我们给它刷一刷，刷干净。非常的小，不要把它弄丢了。我们看，就这样呢，把它都清理干净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再安装起来。我们看，安装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先用吹风机把这个齿轮给它吹干，吹干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。放好以后，接下来再把另外这个齿轮给它放起来，让它都回到原位。回到原位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盖子再给它扣上，怎么抠下来的再怎么扣上就行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再装回去，我们看还是一样，我们这样轻轻的往下一按就上去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三个表针再给它安装起来，一定要对准12点钟的方向，这三个都一样。对好了以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装上来看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很轻松，这个表就修好了，是不是转动起来了？无论家里的表是不转了，或者是转的比较慢，都可以啊，用一杯矿泉水就可以修好它。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简单又好用。